这种进攻我们没有见到，这第一次。注意看，铁英华被重拳击倒了一次，台下的外国观众不淡定了，纷纷站起来欢呼。这一拳险些终结铁英华的12连胜。重新站起来的铁英华立即展开了绝地反击，2次击倒给韩国拳王制造了巨大威胁。看到这一幕的中国观众彻底沸腾，对付来滑踢馆的外国冠军就该这样打。能在擂台上击倒铁英华一次的韩国拳王不简单，他来华短3个月便取得了十分傲人的成绩。坦克邱建良险些被他一拳 KO， 鼎鼎大名的杨卓也差点被韩国拳王一记顶膝带走。此人极其擅长掌握比赛节奏，拳法诡异的同时腿法也相当之刁钻，总能在出其不意的时候打出意料不到的进攻，超过10位中国选手都没能撑过第一回合。于是这家伙便认为中国拳坛也不过如此，不出3个月就可以轻松称霸中国擂台，成为中国选手永远挥之不去的噩梦。真以为中国拳坛没有能人吗？小虎铁英华主动报名参加比赛，是要与金东秀来一场生死对决。铁英华的座右铭就是不怕艰难来者不拒，话就不多说了，来让我们欣赏一下铁英华的精彩表现。黄色短裤是中国勇士铁英华，白色短裤是韩国刺客金东秀。为什么说他是韩国刺客呢？那是因为金东秀总能在第一回合和第2回合打出意想不到的操作，尤其是在第1回合，俗称是金东秀的专属3分钟，很多选都没能挺过去金东秀的死亡3分钟，就算是坚持到了第2回合，那也很难坚持到最后。金东秀就像是一个无歇止的永动机，用不完的体能加上诡异多变的作战计划，给人一种十分害怕的感受。比赛啊，赛前我跟他的父亲在一起聊天说，小虎是有一定的心理压力，因为第一次回到湖北嘛。的确，但是他会对于他也是压力，也是动力。对，他说我们会把这个压力变成动力的。铁英华这个选手就是拳法好，连击好，并且打法硬朗。现在面对韩国的这位选手呢，丝毫不惧。这个后手的直拳，击中了面部。因为我们看到金东秀是一个左撇子腿拳手，是个反架子的。金东秀固然很厉害，在中国的擂台也打了不少漂亮仗，但铁英华会让他重新认识到中国力量，攻防兼备的同时，铁英华依然能与之展开对抗。尽管第1回合是属于金东秀的，铁英华照样能顶着巨大压力与之抗衡。这场比赛的地点正是铁英华的家乡所在地，台下的观众并不全是拳迷粉丝，更多的是家乡父老来到现场观赏铁英华的精彩表现。这位选手就是打法比较灵活，而且腿法比较刁钻。现在我们也感觉这好像小虎啊，铁英华呢，他现在有点紧，把比赛节奏没有带起来。对，他不是说打的有点松，而是压力太大，他太想念这场比赛了。把这个压力转化以后，我相信小虎铁英华会有更好的表现。现在不错的连击，小虎铁英华最擅长就是把对方逼在绳圈上，进行自己的连续进攻，击打对方的信心和身体。这位台湾的选手打法落点非常多样，击打他的大腿、腹部，并且自己下位的低扫也很多变。的确，这位选手的泰拳技巧很不错。韩国拳王金东秀确实很猛，诠释了什么是刺客之称。拳法的落点十分诡异，腿法的出招也十分刁钻，谁都无法判定金东秀下1秒会打出什么样的进攻招式。年纪轻轻20岁的铁英华怎会惧怕？大不了被金东秀打昏死过去输比赛，也不会在气势上输给金东秀。正在尽全力打破金东秀在中国擂台的统治。这个韩国选手已经拥有43胜7负的战绩，可以说非常可观。作为23岁的年龄，他的经验非常。倒计时，小虎铁英华开始放开了，有意识加强后手之前的进攻，双方开始互拼。时间到，中胜点，男子61公斤级的超级战，红方是来自大东洋国际俱乐部的铁英华，他是湖北荆门人，而蓝方是韩国的金东秀。现在双方来对拳法对拼，第3局这种转换就看谁落点更准确，对对方的拳法防御更好。对方谁敢横刀立马为由我虎将军是也。小虎铁英华的作战状态非常的小心谨慎，说不定下1秒就能给金东秀来一套他顶不住的猛烈进攻。中国勇士千万，像小虎铁英华这种英勇无畏有自己作战体系的选手，整个中国擂台都找不到第2位。韩国刺客金东秀一直在进攻，不是在进攻就是在进攻的路上。然而铁英华的作战体系已经得到了整体完善，完全不会因此而畏惧眼前这位韩国刺客。这位韩国选手呢，发现对方该在跟小虎对拼的时候不占优势，开始改变了比赛节奏。这位选手就是经验的表现，不停的改变比赛节奏，把比赛的优势往自己方面带。你看吧，
现在就是这个韩国这种粘式打又出来了，就粘着你。对，现在小虎想尽办法给他打开。我们看金东炫打几个拳，在对方小虎以为他还要拼拳的时候，马上用膝，这种上下的连击的确不错。但是铁英华就属于台下的观众可都是叔叔、婶婶、大爷、大娘。这一战，铁英华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更多的是为自己的家乡增光添彩。此时的铁英华内心非常清楚，照这样打下去，比赛结果大几率不会交给裁判。由于铁英华的进攻欲望实在是太过强烈，根本没注意到金东秀的裆部受损。要不是裁判口头喊叫，恐怕铁英华的进攻还在继续。对方的服嘛，是吧？那个有点低，但是绝对不是有意识的。那么金东就抓住这种机会，作为一种体能这种调整。当然，铁英华也识破对手，一站在一起就要加强进攻的火力。我们看韩国选手的落点相对于铁英华来说更多变，但是铁英华的重击力量更好。韩国选手很擅长这种贴近了以后突然改变距离，然后迎击对方的这种方式。铁英华不要给他这种方式的机会。这是一种正蹬之后，铁英华上来还要利用自己的后手的直拳，因为铁英华的后手的直拳很具杀伤力。没错，因为双方的没有任何废话，只有打架。经过长时间的对拼，金东秀的状态下滑严重，完全没有了第一回合进攻的气势。然而铁英华的进攻气焰一直都很高涨，时时刻刻都在与金东秀展开激烈的对抗，不将金东秀终结 KO， 铁英华誓不罢休。既然情绪都到这里了，铁英华也没必要藏着掖着，卯足了劲使劲往死里打即可。机会来了就要把握住。再来2次、3次，韩国的选手的膝法也还击了一下。倒计时还有在第3回合，铁英华小虎的这个点数肯定是占据优势的，起码在第3回合，双方都拼啊！哇！今天的武林盟哎，武林盟的盛典。熟悉小虎铁英华的观众都会发现，小虎铁英华今天的进攻速度比以前慢了很多。第一次在家乡父老面前比赛，他的心里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希望赢。前期不占优势，后期大爆发的铁英华取得胜利。俗话说，先赢不是赢，稳住才能赢。输了比赛的金东秀十分不服气，直接当场与铁英华签约了2番战。时隔3个月，双方的2番战如期举行。今天的那场比赛，大家对这个场景还记忆犹新。当时金东秀非常的不服气，正好今天老天给2位一次机会，再次在武林风上再战一次。白色短裤是韩国刺客金东秀，红色短裤是中国勇士铁英华。既然铁英华能在1番战强势击败金东秀，那么在2番战依然可以将其击败。前期的金东秀每一次都占据着大比分优势，不管谁打比赛，金东秀总能率先掌控比赛节奏，起到一个压制铁英华的效果。这个看法有争议，但是今天又在我们同样的一个擂台上，双方看进步多少才能没问题。有争议我们复赛，这是重赛啊，没错， 2番战开始了，我们看这场比赛他能不能再度证实自己是真正那个胜者啊，胜者。现在小虎铁英华呢，这个打阵地战、进攻战的能力是越来越强了，金东秀的打法也越来越刁了。是的，小虎看起来好像没那股冲劲儿往前这个猛踢猛打那个阵势好像不足了不足有点因为也是可能因为前面有一场的这种拼得很猛的比赛的原因啊，应该有2个，一是这个上一场比赛，铁英华在这3个月期间也没闲着，先是找到了曾经与金东秀对战过的中国选手，然后又秘密训练了2个月。可以说之前的铁英华的作战体系不完整不完善，但现在的铁英华已经突破了瓶颈。既然金东秀是来找铁英华复仇的，那么铁英华更没有必要忍让，与金东秀展开激烈拼拳即可。拼拳可是铁英华最擅长的作战方式，至今为止还没服过谁，也是一个不错的战术。我觉得这就是8人晋级战的残酷的地方啊！小虎其实在第1场比赛里已经脸上挂伤了，漂彩了啊！金东秀是个反架啊，这个拳手的前后手可能会让小虎子有一点不适应。对，反架值更容易这个出重拳啊。对。而且金东秀这个重拳还有这个飞膝都是他的标志性动作，特别是他这个拳法的这个启动特别快，而且隐蔽性特别强，能发能收的感觉。你看，小虎铁英华发怒谁也拦不住，
一番战可以轻松将其击败，那么二番战依然可以轻松将其击败。话音刚落，金东秀就倒了下去。第一回合的金东秀就像是幽灵一般，总能使用怪招获得胜利，但在铁樱华面前，他那些所谓的怪招都将化为乌有。小虎这一击真是神来之笔，神来之笔，别给对手计划。是的，是的，我觉得他应该不会给对手机会了。这个时候腿已经软了，再次被重击，金东秀被 KO 了。哦，真的是毅力，双方的这种真的是有毅力，在这种还能够给对手还能及之间呢。但是金东秀这时候的体能已经相当下降了。没错，他要能扛过这一回合，下面还有的打。这时候小虎要打准。我们看到金东秀这下起不来了，二次下判。我觉得这时候一手在金东秀最擅长的领域将其击败，这无疑就是在金东秀的伤口上撒盐。金东秀再也无法站起来了。铁樱华梅开二度再次击败了金东秀，不服气的金东秀经此一战应该是被打服了。这次没有争议了，这次没有争议，这次铁樱华是实实在在的击败对手，他 KO 了金东秀。金东秀在上一场比赛认为，最终铁樱华获得了比赛胜利，成功将金东秀赶出了中国擂台。至此以后，中国擂台恢复了以往的平静。敢胆再有外国拳王来华踢馆，铁樱华一定会做到首当其冲，旗开得胜。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你会给铁樱华打几分？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咱们下期不见不散。